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田少。最近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部长是吧，反复叫嚷是吧，海战争。那么似乎呢，他有什么底气啊，以武拒统？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民进党的一个头号军师啊，却突然踩了刹车。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最近台媒中时电子报报道说呢，7月4号，难得露脸的绿营大佬邱毅人应邀参加陈水扁组织的广播节目。大家觉得很奇怪，陈水扁这个半摊子怎么还会主持广播节目呢？现在他已经获得了所谓的半自由。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陈水扁的活动最近呢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在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呢，陈水扁把这个邱毅人形容为头号军师。这位头号军师当天在节目上说了些什么话呢？他讲，作为台湾当局要考虑实际上的对外关系，台湾要宣布独立这个事情不是台湾人民可以自己决定的，这要考虑国际形势，考虑中国大陆可能的作为。邱毅人表示，甭说中国大陆会打我们，据我的了解，美国根本就不赞成。那么邱毅人这次谈话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台湾的命运自己是无法把握的，主要取决于中美力量的对决；第二呢，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台湾独立。这些台独分子敢不敢自己宣称我台湾就独立了呢？他不敢，因为你就是宣布台湾独立，也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美国没表态，他就不敢动。第三呢，台湾当局可能会谋求长期的不统不独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可能目前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双方在这一点上或许是不谋而合。那么邱毅人在台独问题上现在好像踩了个刹车。那么这个刹车一踩下去，起码呢让我们看清了两岸问题的本质。很有可能是台湾当局受到了美国方面的某些警告，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台湾一直保持这种分裂的不统不独的状态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这样，美国才有可能长期把台湾当成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筹码。那么如果台湾地区当局宣布台湾独立，势必会引发战争，那我们就是武力统一了，这个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而且它也很难处理。当然，两岸如果和平统一，美国认为也不能接受。只有这种不统不独的状态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一个态势。但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早晚要解决。那么中国大陆要想解决台海问题，就必须考虑如何以最有利的方式实现双方的统一。我们不能永远等下去，一定要创造相应的条件。只要时机成熟了，大陆方面完全可以主动的促进统一工作。那么这种促进统一工作是有多个方面的情况，或者是多条路径的。我们力争和平统一，而且要尽最大的努力和平统一。但是如果一旦和平统一受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案促进两岸之间的统一。应该说，统一的方案多种多样，那么最终的选择权似乎是在美国手里，其实不对。最终的决定权既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台湾当局手里，而在中国大陆的手里，在中国人民的手里。美国可以这么讲吧，他没有胆量敢于武力干涉，
因为一旦武力干涉台海问题，最终他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美国的大腿抱不住了，台湾当局何去何从，你就要认真考虑了。永远拖下去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和平统一，这才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